大家好，我是议员。国服那边是已经确定了亚速巴尼巴还有海尔曼 P 将会在12月推出，几号推出我就不能确定，但是国服那边的推出时间预计是比国际服还要快一次 MGE， 所以不排除国际服还是有可能会在1月出现。那国服官方那边是已经放出了这2位统帅上半身的设计，但是在看了这个统帅的外貌之后，讲真的很容易会把金闪闪、把萨尔贡还有亚速巴尼巴这3个统帅混合在一起，样子太像了，尤其是胡子最像。那么一般新统帅出现呢，我们都是会帮新统帅取花名的。那这个统帅很多玩家都吐槽他的鼻子，为什么他的胡须是从鼻子那边出来的？也有玩家调侃说这个是鼻毛来的。那我觉得这个统帅我们可以帮他取花名叫鼻毛。当然不要搞得这么复杂，叫他巴尼巴也是可以的。至于身体方面，比较起其他的统帅，讲真的已经算是比较正常了吧，至少他的腰围没有像之前的统帅设计这么夸张，还算是比较粗一点了。不过还没有看到这位统帅的腿，不过以官方的设计风格来讲呢，他的腿应该也是很细了。接着海尔曼就没有让人感到意外啊，不过他还是一样有拿着一个盾，也比较符合他原本雕像的样子。护盾也跟之前紫色版本有点不一样，多了胡子，然后服饰方面有一点不同，但是他这个衣服颜色总会让我想起守护者加龙骑士，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也是一样身形比例不正常啊，就是上半身很宽，下半身很窄，相信他的腿也是一样小。不管怎样，最后还是要讲一次他们的天赋。亚速巴尼巴是工兵工程技能，海尔曼是工兵通用辅助，所以如果打算要去培养新统帅的工兵玩家呢，你们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下个月就会出现这2位新统帅。第二个部分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新的地图11世纪。 OK，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都不在意新地图怎么样，但是我老实说，在我看了介绍之后，真的觉得这个地图真的是有可玩性的，甚至是比原版的英雄战歌还要更好玩。首先是地图，那这个地图是跟英雄战歌一样的，所以之前我介绍的时候是忽略掉了原来有关卡9。那官方有说了，这个关卡9是完全开放的，我不确定开关卡的时间是不是根据数字，可能关卡8之后才到关卡9，不过至少你们是可以通过关卡4走进去关卡9，可以两边加攻敌方。那我觉得关卡9开放的时间如果是跟关卡8一起的话，会比较有趣一点，可以从关卡9进入，然后去骚扰关卡8外面的旗帜或者是要塞，这样或许可以减短在皇庭打架的时间。不过官方有提到关卡4永远都是半开放状态，不会完全开放。这个地图有时期交替，那之前有讲过，这个时期交替呢是4天会更换一次，每次更换都是不能选择的，都是由系统自动帮我们选择。在每一次替换主题的时候，玩家要根据不同的主题选择不同的时令。在之前介绍过的时期，这里有提到就会自动补兵，那时候我看到这个东西觉得很奇怪，什么自动补兵有这样子的东西，实际上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官方已经演示给我们看了。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它分成我们平时的补兵，还有分成预备部队，可以先把队伍放在预备部队里面，等到里面没有兵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填充。不过预备部队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等你的旗帜血线跟你的预备部队第一支队伍的兵线是一样多的时候才会自动填充进去，并且要求 T5 的部队才会自动填充，如果是 T4 以下的话都不会自动填充。我相信集结跟驻防的预备部队应该都是一样的，那集结可能会带着预备部队一起走出去，不会抵达目的地之后你的预备部队从家里走出去。我认为这个更新还蛮有趣的，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多就是没有人补兵的问题了吧。不过同样的道理啊，你必须要填 T5 进去，你的小号或许没有这么多 T5， 可能一开始放的部队全部都是 T4 左右，剩下的预备部队全部才是放 T5。不过有说过了，这个时期的东西呢是双方都有的，全部玩家都有的，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子操作，对方也可以这样子操作。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更新还蛮有趣的，至少有一些玩家可能有打野仗的话，就不需要操控这么多个账号去填兵了，可以预先操控小号去填兵，然后自己的野战部队出去打架。那你们觉得增加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每次获得200万的击杀分就会获得 0.1% 的增益效果。那可能有一些玩家不记得还是怎样，它的界面是这样子的，系统会自动帮你记录你到底击杀了多少的部队，然后有提升多少，不过还是一样有时间限制啦。那因为这里有5个时期，4天更换一次，有些玩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更换了时期之后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它就会重置。那官方这里规则是有写到这个争议会持续到赛季结束为止，所以根据这里的说法应该是会延续下去，比方说上一次你打到最后是 15% 的提升，下一次应该会从 15% 开始。不
不过你们也看到了，每一次到这个时期的时候，你最多只能提升 5%， 整个赛季最多只能提升 15% 而已。我个人是希望开放这个技能的时候是刚好我们在打这关卡，这样子提升会比较方便。战勋之前也是有稍微提到，不过官方这一次有放规则出来了，那你们可以通过采集或者是击杀对方的部队打野蛮人都可以获得战勋，每天上限可以更换1000万的资源，还是一样根据比例来兑换，比方说你有一个战勋可以换到 0.65 的石头，不过还是一样，这个时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们要在特定的时间打野蛮人、采集或者是攻击敌方部队才可以获得战勋，才可以去商店兑换。治疗药剂在之前有提过，跟沙场点兵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最后一个时期就是选择自己想要的密室，这个也是不多说，我们跳过。接着个人指令之前介绍的时候是有很多个，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每个时期有4个给你选择。就比方说现在看到的画面有4个，你们要选择其中一个来操作。当你选择了之后就不能再更换，要等到下一个时期出现的时候才可以再替换。但是选择指令你们真的是要了解自己的定位，就比方说有些玩家你们可能是打野仗的话，你就要选择第一个，那如果你是有开机的话，你就必须要选择第3个，这个很关键。第4个技能就是专门围殴用的，所以每个玩家要了解自己的定位之后才选择会比较好。除了可以获得争议之外，还有包括治疗减免、击杀敌方可以获得资源，还有包括采集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采集速度提升，可以用战勋在联盟商店兑换更多的资源。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有点像神级妙册，但是又不会像神级妙册这么麻烦，要选择很多个，只是选择1个而已。最后联盟指令每一次只能选择2个而已，只有盟主跟官员才可以选择。不过他没有提到底能不能更换，只是这里有显示说可以用多少次而已。当你选择好发布之后，它就会有冷却时间，所以你们要自己看准那个时间，打架的时候才使用。当然也不是每个指令全部都是打架的，有些可能是采集打野蛮人。我个人觉得帮助比较大的可能是燃烧旗帜的部分，可以让建筑修复的时间会比较快，加速对方建筑物的燃烧速度，建造要塞的速度提升。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厉害的就是旗帜免战，当你选择指定的旗帜之后，你可以完全不用去守那个旗帜，那个旗帜完全不用打。不过在前面我提过了，这个东西呢是有冷却时间还有使用次数的，可能那个时间一过之后你还是要回去驻防。不过对于一些人口比较少的王国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可能你没有办法分那么多个部队去帮忙打另外一边，你可以让那个旗帜免战，然后专注在一个旗帜就好。还有把旗帜变成尖塔，这个地图也是可以实现。除了针对要塞跟旗帜之外，还有针对玩家的，比方说打完一个部队你死掉之后就会马上回城，这个对于刚开关卡的时候就很方便。毕竟各位也知道，刚开关卡的时候你的城市在关卡外面要走出来很慢，要回去的时候也是很慢，尤其是没有随机签称出去的玩家，如果你们是在外面已经走了大概超过一半的地图，你要回去就真的很花时间，可能来回都要5分钟。这个功能就很方便，还有降低部队的战损，这些指令全部都可以用的，但是只有官员可以选择。在你们听了我的解说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地图还蛮有趣的？但是官方就是因为水晶科技而毁掉这些地图了。严格来讲，官方不是没有能力去设计更多有趣好玩的地图，只是他们加入了水晶科技，导致到一些玩家并不是很想玩。虽然我还没有开始玩这个地图，但是我对这个地图的介绍评价还蛮高的，希望是一个很有趣的地图。那不管怎样，这个新的剧本呢应该会在不久之后推出，希望有一些白老鼠玩过之后可以给我一些意见看这个多变化的地图到底好不好玩。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